我3岁那年主动找了人贩子，让他们把我拐进大山。后来有一对姓顾的豪门夫妻找了上门，哭着说要接亲生女儿回家。我激动万分，急忙跑上前，可养父母却将我关起来，还用鞭子狠狠抽我。只有我的女儿才有资格当顾家千金。等我们家小雨成了豪门千金，我们还会缺钱花。于是养母的女儿小雨被顾家带走了，而我只能在家里忍受他们的打骂。然而他们满心期盼着小雨给他们花钱，等来的却是遍体鳞伤的小雨被送回山里。养父母慌了神，而我却笑了。这一回该我上场了。刘健妹，我警告你，小雨马上要从顾家回来，你不许坏她好事。养母恶狠狠地说完，一巴掌就扇在我脸上。我嘴里立刻涌起一股腥甜。打从我3岁那年主动被人贩子拐进这大山，就一直被养母打骂。她心情不好就打我，心情好了也打我，还动不动把我关起来不给饭吃，好几次把我推进河里。要不是我会游泳，早死了。她甚至想把我嫁给村里一个打死好几个老婆的男人，好在那男人被抓了，我才活到18岁。全是因为我被拐来没几年。顾家人听说养父母收养孩子找过来，养父母一合计，谎称他们亲生女儿小雨是收养的，把小雨送上了顾家豪车。从此养母总念叨俺小雨马上要给家里送钱了，俺家马上要发财了。可刘小雨这些年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直到今天，养母满脸褶子的笑。顾家亲自给我打的电话，顾总和夫人一起送小雨回来，肯定是要谢我养他一场，给我送钱呢。我冷眼看着他，一声不吭。他抬手又给我一巴掌，你那啥眼神？记住了，小雨就是顾家千金，你刘健妹就是山里低贱丫头。要是你在顾家面前乱说，你就死定了。打完他还不解气，又狠狠踹我，边踹边拧我腰，我浑身疼得厉害，只能默默忍着。我清楚得很，但凡我叫一声，他就会更过分。等养母发泄完，有小孩跑来喊，刘婶子，车来了，是豪车。养母立马扔下我，跑到院子门口点鞭炮。这时豪车在门口稳稳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下来一对打扮雍容华贵的夫妻。养母立刻谄媚地迎上去，顾先生，顾夫人，我是当初收养小雨的刘翠芬啊。养母说着就擦眼泪，当时小雨到我们家，人家要10万，我一点没犹豫就给了。她喋喋不休地说起小雨当年多可怜，她又是咋救下小雨，可她说的全是假的，真正的主人公是我。我家虽穷，但小雨一点苦都没受过，我一直好吃好喝供着。养母还想说，顾母嫌弃地捂住口鼻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们这次是把刘小雨还给你们。养母瞬间傻眼，还给我们啥意思？她难以置信地看向顾父、顾母，可顾父、顾母不理她。她看向他们身后，没小雨的影子。她想往车里看，被司机一把拉起来。顾母厌恶地伸手指向后面面包车，在那里。养母看向面包车，更猛了。面包车，小雨咋会在面包车里？司机走到面包车前，拉开门。养母疑惑地看向车里，片刻后发出惊天叫声：小雨，我的小雨呀！养母又叫一声。我顺着打开的车门看向面包车里面，座椅被拆了，简陋地放着个木板，木板上躺着个人，瘦得不成样，半截身体在外面，紧闭双眼，没一点要醒的样子。养母把他从面包车里拖出来，我才看到刘小雨露出来的皮肤全是青紫，没一块好的，肚子上还有一道疤痕。我给你们的时候好好的，你们对他做啥了？养母抱着遍体鳞伤的刘小雨，瞪着猩红双眼。顾府紧皱眉头，神情严肃。你还好意思问我们？你拿个冒牌货说是我顾家千金，这种低贱废人，我没弄死他，已经够对得起你们。养母愣住，片刻后心虚的开口：啥冒牌货？当年可是你们自己找上门，说我收养的是你们女儿，我才把小雨给你们的。顾父冷眼看着养母，我们查清楚了，你当初有个亲生女儿和一个养女，刘小雨是你自己女儿。养母慌得不行，呼呼说，我自己女儿早死了，小雨就是你们家亲生的，我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把她按住。顾父示意司机，2个司机把养母按在地上，顾父一脚踩在养母手上，说，我女儿到底在哪儿？养母疼得龇牙咧嘴，还哆哆嗦嗦坚持道，就是小雨。顾父发狠，用力捻养母的手，养母疼得直抽泣，却一言不发。看时机差不多了，我从人群中走到最前面，叫了一声，爸爸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女儿。养母瞬间破口大骂，刘健妹，你胡扯啥呢？赶紧给我滚！我压根不理他，径直走到顾父面前。刘小雨确实是刘翠芬亲生的，我才是你们要找的人。养母拼命挣扎，不是的，他骗你们呢，顾总，他跟我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盯着顾府的眼睛，
当年我想吃糖，你们不同意，我就从家里偷跑出去，结果被骗到大山里。我肩膀上有块圆形胎记，我当初手上戴着一个金手镯，我摊开手，手心里是个圆圆小小的手镯。这个手镯我一直埋在院子里的树下，就等着今天呢。可算让我等到了。地上的养母骂得更凶，好你个刘贱妹，你啥时候藏的金手镯？你个贱人，老娘当初咋没干脆掐死你？顾母夺过我的手镯，皱眉看向手镯内侧，像是在找啥东西。片刻后，他冲着顾父点点头，有个顾字，是我们家的。顾母又把我拉到他身边，忍着嫌弃扯开我的衣服肩膀，往里瞧了瞧，肩膀上胎记也对。老公，这就是咱女儿。养母终于不挣扎了，一动不动，只用恶毒的眼神死死盯着我。我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坐上豪车，熟悉的村子越来越远，我终于要回顾家了。路上可能是分开太久，大家都不说话。顾母手机突然响了，她一看到来电显示，立马露出最亲切最温柔的笑。悠悠，爸爸妈妈快回来了，你乖乖在医院住着，很快就能做手术了。电话那边是我的姐姐顾悠然，她从小就有白血病，是爸妈最疼爱的宝贝，就连我都是为了给她治病才出生的。没想到我离开顾家这么久，她竟然还活着。一到顾家，顾母就让佣人带我去洗澡。我进去后想用热水，可不会调，准备出去问佣人，却听到我房间有人说话。我打开水龙头，在哗啦的水声中从门缝往外看，只听到顾母问顾父：刘贱妹这名字太难听了，要不要给她改回来？这么麻烦干啥？她不过是悠悠的移动血库罢了，我看连名字都不用。顾母点点头，那我让保姆在她水里加点药，等她睡着咱就去医院，悠悠等不及了。他们边说边离开房间，我关上浴室门，洗了个凉水澡。等我出去，果然在床头柜上看到一杯水，我把一半水倒进水池，伪装成喝过的样子，把水杯放回床头柜上，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。床很软，我实在太困了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差点就在床上睡着了，可我用力掐了一下大腿，终于清醒了。我不知道闭着眼睛等了多久，房间门开了，顾母在我耳边轻声叫：刘贱妹，刘贱妹。我闭着眼睛，毫无反应。片刻后，几个人悄悄走过来，把我从床上抬起来。我被抬上那辆运刘小雨回去的面包车，车没开多久就停了。我又被从车上抬下来，听到顾母说：医生，这个才是悠悠的妹妹，赶紧移植吧。医生语气透着不确定。顾小姐上次移植了血型错误的骨髓，身体已经出现排异，要是这次再出错，真会有生命危险。我建议等一等，再做一次配型，确定了再移植。顾母立马急了：悠悠等不了了，做一次配型要好几天，她现在情况越来越差，谁能保证她活到配型结果出来？医生沉默了。顾母又说：当初我生这个孩子就是做的试管筛查之后，确定她能给悠悠移植才生的。上次是我们弄错人了，这次这个是悠悠的亲妹妹，绝对不会错。你们赶紧安排手术吧，我要悠悠活着。顾父也诚恳地说：是啊，医生，我可以肯定，这真的是悠悠的亲妹妹。最终医生叹了口气：好吧。我被他们推进手术室，因为我已经吃了安眠药。顾父和顾母怕我再打麻药，骨髓对顾悠然有不好的影响，就没让医生给我打麻药。医生从我的脊柱里抽骨髓，巨大的疼痛袭来，可我为了不被发现还醒着，只能咬紧牙关忍着。就在我疼得要昏过去的时候，骨髓终于被抽出来了。我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，医生去把我的骨髓输给顾悠然。顾父顾母没空管我，在手术室门口走来走去，一脸担心。过了好久，手术室门开了，顾母惊喜地迎上去：医生，悠悠咋样了？手术成功了是吗？医生却摇摇头：手术中出现排异，签一下病危通知书吧。顾父一脸难以置信：咋会出现排异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亲生的？顾母也愣住了，他猛地看向躺在一旁的我：排异？咋可能？以前明明配过型的，除非她根本不是我们的女儿。顾母伸手抓住医生的领子：你必须给我个解释。医生无奈地把她拉开：顾夫人，你再这样，你女儿可是真性命难保了。即使是亲生的，出现排异也很正常，快签字吧。顾母松开手，哭成了泪人。顾父签下病危通知书，哭泣的顾母在顾父怀里尖声嚎叫：我的悠悠啊！他走到我旁边，发狠地踹我：为啥？你明明是按照悠悠血型做试管生下来的，咋会这样？悠悠要是有啥三长两短，我要你给他偿命。他又踢又打，我只能装作没醒，强忍疼痛。等他终于打累了，手术室门重新打开，医生取下口罩：病人暂时没生命危险，在 ICU 观察，这里不需要你们了。顾母长舒一口气，又威胁医生：无论如何都要把我的悠悠救活。
不然我要你们好看。医生神情严肃，按理说宫体以前做过配型，不该出问题。我建议你们重新做一次配型，也便于查找排异原因。顾父顾母对视一眼，点点头。于是我又被推去抽血。抽血时，我睁开眼睛，缓缓醒了过来。我佯装不知情，惊恐地看向顾母：“妈妈，我这是咋了？是不是要死了？”听到要死了，顾母瞬间有点生气，但她强忍着，尽量温柔地说：“健，你睡觉的时候突然晕过去了，我们带你来检查身体。”我看着她忍耐的样子，发自内心的笑了。谢谢妈妈。我又问：“姐姐呢？也在这个医院吗？我好想她，想见见她。”顾母连忙摇头：“她在别的医院，下次带你去见她。”看来他们铁了心要瞒我。我假装遗憾地点点头。配型结果还得几天才出来，我被顾父和顾母送回家，但他们不在家，在医院陪顾悠然。趁着佣人们都睡着，我按照记忆里的位置来到别墅2楼顾府的书房，门果然和我想的一样紧锁着。我用练了无数次的开锁方法，用铁丝打开门锁，又按下暗格开关，输入记了很多年的保险箱密码。保险箱打开，里面只有一本本子。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，拿出本子，颤抖着手翻开，上面记着顾氏一家这么多年违法犯罪的账单，每一条都吓人。最新的受害者是刘小雨，他们还给刘小雨注射了让人吃傻的药，这样他永远说不出真相。我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账目，拿出手机准备拍下。这时外面响起说话声，要是刘建妹真的配不上刑咋办？那就看能卖啥，不能卖送去做实验。我连忙关上暗格开关，躲在窗帘后面。好在顾父和顾母没进书房，等他们脚步声远了，我拍下照片，把本子放回原位，又从窗户悄悄翻出去，回到房间。我把照片放在网上，设置了定时发送，时间就是配型结果出来这天。还联系了记者，让他们到时候到医院见证大新闻。做完这些，我耐心等待配型结果出来。这一天来得很快，顾父和顾母一早就接到电话，让他们去医院。这次他们带上了我。顾母从医生手里接过报告，飞快地往下看，嘴里惊叫出声：“不匹配！”他错愕地看着我，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是配得上的。顾父比他冷静很多，可能长大了，身体发生变化。我们再想办法吧。我们有钱，悠悠一定能活下来。他是一保安，把他带去负1楼。负1楼有太平间，还有他们不为人知的手术室和手术室。我看向他们，淡然开口：“我不会去负1楼。”顾母一下笑了，笑得很毒又阴险。你不会以为我们把你找回来，你就真的是千金大小姐了？你被拐的时候还小，可能不记得了。你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顶姐姐延续生命的任务，现在你没用了。他看向那些保安，带走。保安都过来抓住我，要把我带去负1楼。这时，医院里突然涌进来一群记者，他们拿着话筒和相机对这顾父和顾母的脸。顾总、顾夫人，你们长期参与不合法的买卖，是真的吗？顾父和顾母愣住了，他们慌乱地避开话筒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赶紧走，别影响我女儿。记者们话筒对得更近，你们作恶多端，畜生不如，自己的女儿却身患重病，生死未卜，请问这是报应吗？这句话刺痛了顾母。滚！谁说我女儿生死未卜？我女儿活得好好的。她愤怒地去推记者们，却推不开。顾父护着她，严肃地看向记者们。顾氏一直合法经营，你们这样污蔑诽谤，顾氏是可以告你们的，请你们离开医院。记者们却拿出手机给顾父看。顾父，你涉嫌犯罪的证据已经上了热搜，每一条都清清楚楚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顾父看到手机上的照片，瞪大双眼，片刻后，他狠狠地瞪着我。他拨开记者，力气极大地抓住我的领口。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？我轻笑一声，没说话。顾父手上没松，他看向记者们，这是我二女儿，她小时候不瞒我们照顾生病的大女儿，偷跑出去被拐卖，对我们怀恨在心，故意伪造证据报复我们。大家想一想，我顾氏每年都是爱心企业，怎么可能做违法犯罪的事？记者们听他这么说，都愣住了。二女儿原来是家庭矛盾啊，这可真是个不孝女，被拐又不是爸妈愿意的，现在都把你找回来了，咋还报复父母呢？我就说顾氏不可能这么明目张胆，原来都是伪造的。要我说，这种连叉烧都不如的孩子，还不如不找呢，就让他死在外面算了。顾父嘴角扬起一丝得意的笑，很快又压了下去。他诚恳地看着记者们，各位请回吧，车马费和误工费，顾氏会补偿大家。记者们纷纷转身要走，我趁顾父不备，挣脱他的手，跑到记者中间，大喊道：“我可以作证，顾氏就是长期从事违法犯罪活动。”记者们劝我：“你咋这么执迷不悟呢？既然找回来了，就和你爸妈好好过日子，别浪费我们时间了。”我看着记者们，现在去负1楼有顾氏的人体实验室和手术室，顾氏就是在那里做手术的。顾父和顾母一下子慌了，顾父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，
我大喊一声，快，他们要打电话。记者飞起一腿踢掉顾父的手机，其他记者拿出手机报警，剩下的记者押着顾父和顾母一起去负1楼。顾父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刘建妹，你到底是咋知道的？我笑而不语。负1楼第一间是太平间，后面就是顾府的实验室和手术室。我们到的时候，他们正准备进行手术，记者们都震惊了，拿起相机飞快拍照，又给单位打电话，都想抢头条。一时没人注意顾父，突然他伸手勒住我的脖子，反正我也完了，今天就弄死你。顾父紧紧勒住我，我想呼救，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，而记者们都在忙着发新闻。突然脖子上一松，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，看到旁边顾父被警察踹倒在地，不许动。陆父和陆母被警察控制住，都垂着头，一声不吭。警察当场问我，你咋知道这里有实验室和手术室的？我扫了一眼地上的顾父和顾母，我从小就知道。顾父和顾母猛地抬头看向我，你当年真听到了？我点点头，没错，我听到了。警察不解，那你为啥不早点报警？我淡然一笑，我那时只是个小孩，偷听到他们违法的事，骗他们说我想吃糖去找他们，这才没被发现。可他们不给我买糖，说是对身体不好，我这才跑出去，刚好碰到人贩子，我就求着人贩子把我带走。警察疑惑地问我，所以你是主动被拐卖的？为啥？没错，他们说吃糖对身体不好，不是真关心我，而是怕我的身体出问题，影响顾悠然。我是他们做试管生下来的，就是为了随时给顾悠然捐骨髓，当移动血库。所有人都震惊了。顾父听到我揭穿他的老底，气愤地大喊，你是悠悠的妹妹，给她捐血捐骨髓咋了？对你又没啥影响，你把我们说成这样。记者们也点点头，是啊，现在很多陌生人也捐骨髓，捐骨髓不会影响你身体的。不管咋说，你爸妈不让你吃糖也是为你好，再咋说你都是他们亲生的，他们又不会害你。顾总在犯罪，这点确实没啥问题，你就这样跑出去跟人贩子走，也太不懂事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没问题，我从小啥都不能做，你们不让我上学，不让我跟别的孩子玩，就因为我要随时给顾悠然输血。在顾家，我不是个活生生的人，而是个物品，不能动的物品。我3岁的时候就因为输血过多晕过去一次，你们掐醒我继续输血，我差点就死了。我倒要问问，同样都是女儿，为啥你们对我和顾悠然这么不一样？等我说完，记者和警察们都震惊了。这么看来，顾小姐确实没做错，顾家人也太过分了，赶紧让他们坐牢吧。果然这2口子心黑得很，就算2女儿是为大女儿生的，也不能虐待她呀。顾父又辩解，悠悠身体不好，你身体比她好，我自然得多关心她一些。你小时候很懂事的，现在咋这么斤斤计较？说完他得意地看着我，还想再说，护士找了过来。顾总，顾悠然小姐于5分钟前确认死亡，请您节哀。顾父和顾母瞬间愣住，像石化了一样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片刻后，顾母哭声震天，悠悠怎么可能会死？顾父眼眶都要瞪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就算血型不匹配，她们是亲生姐妹，也不能就这么死了呀！你们陪我女儿，陪我女儿！你们站这干啥？快去救我的女儿啊！他力气突然变得极大，用力挣脱按着他的人，伸手掐住我的脖子。你满意了？你姐姐死了，你现在满意了？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为什么？你就应该替悠悠去死，都是你，害我没见到我的悠悠最后一面，我要杀了你！警察立刻来掰顾府的手，但他力气太大，手上越收越紧。就在我要被他掐死的时候，我突然大笑起来。你还记得安安吗？顾父愣住了，你啥意思？你不就是安安？我笑着摇头，我不是，你的2女儿安安早在被带走没多久就死了。顾父震惊地松开掐住我脖子的手，那你是谁？你为啥要冒充安安？我冷眼看着他，安安从顾家跑出去，求人贩子把他拐跑后，认识了同样被人贩子拐来的我。你明明报了案，但不相信警察，一定要自己找人动静又太大，人贩子只能带着我们逃跑。逃跑的时候，安安为了保护我被石头砸伤，失血过多死了。他原本不会那么容易死的，都是你们在他跑之前让他给顾悠然输了过量的血，他才会那么虚弱，没挺过来。好在我没忘记你们，也没忘记密码，终于是给安安报仇了。说着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并不是安安，我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拖油瓶。母亲去世后，酗酒的舅舅把我卖给人贩子，原本不想活了，是安安给我讲他的故事，开导我安慰我。小小的安安跟我说，就算被卖到山里，只要活下来就有希望，你一定不要忘了我，等我们长大了还要一起玩。可是他再也没有机会长大了，正是因为安安，我才能在山里无数次遭受打骂时忍下来活下来。等我说完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顾父喃喃自语，所以你早就知道你和悠悠骨髓不匹配，故意害他。他看向警察，警察，
你们把他抓起来，他涉嫌故意杀人。见他这时候还如此执迷不悟，警察摇摇头叹气，你们抽骨髓并未告知这位小姐吧？她又没主动抽自己骨髓，怎么构成故意？是你们自己太贪心，以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。顾父和顾母却像疯了一样，一直念叨我要给悠悠报仇。最终他们被警察带走，记者们拍到照片也赶回去发新闻。这条新闻一问世就震惊了所有人。这样的惊天大案，特事特办，所有涉案人员全部归案，故事被破产清算。刘翠兰不知从哪儿拿到我的电话，说刘小雨现在身体不好，让我给她点钱，给刘小雨补充营养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把清算后的财产全部用来补偿受害者们。顾父和顾母因罪行严重，直接被判处死刑。行刑前他们要见我，想问问安安死前有没有对他们说啥话，我直接拒绝。想必安安就算死了，也不想再和他们有交集。值得高兴的是，我们那天到负1楼还算及时，正要被取心脏的人得以活下来。他是被绑过去的，找到我千恩万谢，一定要送礼物。我坚决拒绝。他打量我一番，却突然说，我有个客户姓沈，之前说女儿丢了，我看新闻你也走丢了，我看你和他女儿的照片有点像，或许他是你亲生父亲。我有些惊讶，我有记忆以来就没父亲，母亲去世前也没留下只言片语，但我还是打算去看看。如果这位沈先生真是我父亲，至少这世上我还有个亲人。我见到他的一瞬间，他就哭了。你和你母亲长得一模一样。他拥抱我一直哭，让我跟他回家。我这才知道，当初母亲生下我就和他离婚了，一直不让他见我。尽管他说的十分确定，我还是坚决做了亲子鉴定。结果显示，我确实是他的亲生女儿。我被他接回家中，改名沈安。家里有温柔的继母和可爱的妹妹，妹妹眼睛圆圆的，和安安特别像。一看到我就抱着我不撒手，一直喊我姐姐。我终于是有了真正的家。